我干什么用的？装着炒饭。是庄士敦老师教我的啦。装屎端老鼠。哎，是从外国来教我们科学那个老师啊，还帮我取个洋名叫乱狗，您不记得啦？记得，这是给你取了个名字叫乱搞吗？贫道肥猫是茅山奇幻门第18代掌门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儿子运高长得越来越不像我。他不专心练习家传茅山术，整天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天我想带儿子到怡红院见识见识。他今年已经18岁了，我就请头牌小倩帮我给儿子上课，结果这臭小子被吓得落荒而逃，并且还被家里的母老虎抓个正着。回家以后我自然少不了皮肉之苦。就在我去找儿子算账的时候，看到让我气愤的事情。你这个小王八蛋，告诉你妈我带你到怡红院，让你妈来怡红院抓我，你出卖了我，你自己却偷偷带了个女的回来。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？是鬼！我仔细一看，发现居然是只女鬼。为了不让儿子变成恶灵骑士，我就要降妖除魔，可儿子却在一旁阻拦。幸亏母老虎听到动静来拦住了女鬼。就在我举起狼牙棒要让女鬼魂飞魄散的时候，臭小子才说了实话。前不久他研究的什么天地灵气接收器，影响了正在做法超度亡灵的千鹤道长。一听是儿子搞出的因果，我只好替他把女鬼送走。石乳上天，鱼乳上天，石乳入地，鱼乳入地，从来仙洞真仙来到五天，断头破地。本来是个简简单单的送魂法术，居然出现意外，只好让母老虎补一卦。原来他没了主魂了。哎，傻小子，你到哪儿找到他的？在井那边。哦，原来他是经阴道而来，他的主魂一定是掉到阴之谷底了，要找回来，一定得下去才行。老爸，快下阴道去找他。你想让你爹去送死啊？俗话不是说吗？极阴之国下的9转13弯呢，分分钟都是有命去没命回的，多危险呐！哎，虽然很危险，但你老爸不怕死。只不过是没信心罢了。要是师兄在这就不一样了。师伯，为了不在儿子面前丢脸，我只好下井寻找女鬼的主魂，但是也有一定风险，要在1炷香时间内完成。没想到顽皮的寿伯以为是运高在受罚，于是就帮他吹起了香。果然香一烧完，绑着我的绳子就着起了火。幸亏这次有惊无险，有了主魂，女鬼也恢复了神智。原来她叫素文，还没有出阁就香消玉殒。由于上次送魂失败，要等到重阳节才能再次送魂。可是茅山门的祖训规定不能养鬼，就在我为难的时候，母老虎拍板违背一次祖训。素文做菜的手艺很不错，母老虎都有想让她做儿媳妇的想法。就在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，离家出走18年的天龙师兄突然出现。我们有8年没见了，不止，18年。哦，18年。你怎么还没死啊？嘿，我死了谁替你扶灵？可没想到，母老虎和儿子见到天龙这个老杂毛，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。就在此时，18年前的一件往事突然浮现在心头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梦梦她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了。是谁的？是不是师兄的？哎，如果你是真心爱一个人的话，你就不要问那么多。是，徒儿知错。那你的意思怎么样啊？师傅后赐给徒儿的一定是最好的、最完美的、最上等的。多谢师傅的厚恩。但是她有3个月的身孕，你真的不介意吗？能当个现成的老爸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多谢师傅。怎么样，大婶？恭喜姑爷是个儿子。你健不健康？哎呀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健康的早产儿呀，又白又胖啊。你像不像我？说实在的，一点都不像。我像比你好，也比你漂亮。在看向眼前的儿子时，我心里苦啊。到了晚上祭拜师傅的时候，天龙要抢头香，我作为一家之主自然不能同意，可母老虎却帮他说话。这头炷香当然是师兄先上啊。哼，18年才拜一次师傅，你可真是有心呐。我们年年都一大礼祭拜师傅。这是
说，这就是师门的飞龙抽筋法。老爸，这个法什么意思啊？翻得越高，代表师傅威望越高；跪得越重，代表孝心越重。哦，让你这样跪行不行啊？风头不能让他一个人全出了，可看我的吨位就知道我飞不起来，所以只能另辟蹊径。跪得10分重，抵不上一份伦理亲呢。岳父，岳父，我好想念你呀！这18年来，我始终是对梦梦从一而终。师妹，我想找一块上好的紫檀木。就在此时，天龙突然提出想用紫檀木练鬼，因为他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红袍火鬼。红袍火鬼，我爹在这儿你都闻不到，你鼻塞了。此鬼十分凶恶，很难消灭，并且天龙一向嫉恶如仇，对于邪祟一向都是赶尽杀绝。就在此时，毫不知情的素文恰好经过，于是我赶紧让运高拖住师兄我和母老虎去把素文藏起来。可没想到天龙这老杂毛鼻子太灵了，居然闻到了鬼味儿。幸亏此时客栈送来了天龙的行李，他误认为是红袍火鬼的味道。从此以后，我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。母老虎不仅把最好的都给了天龙，就连儿子也十分崇拜天龙，认他做了干爹。次日一早，天龙更是在运高面前卖弄武功。我自然不能让他一个人把风头出尽，就要用狼牙棒跟他较量一番。可这些年，我早已被酒色财气掏空了身子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很是气不过，就去问唯一知道真相的寿伯：运高是不是我生的？哎，运高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哎，是不是我生的？当然不是你生的。得到明确的答复以后，我就跟师兄摊牌，我这个屋顶上呢有一个鸟巢，里面住着一窝子鸟，里面有只肥鸟、小鸟、母鸟，还有一只老鸟。这老鸟呢，你不用理它，因为它一直是借住的。这个鸟家庭啊，这么些年来一直生活得很开心，开心不是很好吗？可是这肥鸟啊，现在开始担心喽。担心什么？因为有只兽鸟带了一只女鸟，硬要住进这个鸟巢里面，这就有问题喽。你是怕兽鸟跟女鸟住着不肯走？哎呀，师兄果然是冰雪聪明。我想他应该不想留在这里。哦，多谢师兄，多谢师兄。但是啊，他想走还走不了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鸟巢里面那只母鸟想留下他，他就走不了了。那只母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可别忘了，那只兽鸟跟母鸟的关系之深，不输给飞鸟。我问你，这兽鸟走不走啊？他说过想走，走不了啊。不信的话，你问师妹。什么事情要问我啊？你们在说什么走不走的？谁要走啊？啊？没事了，师弟怕我住的久，问我几时走。不准走啊！好久不见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走的。你要是敢让师兄走的话，我就赶这个死胖子走。师兄来，你帮我尝尝味道，来。哦，看到他们恩爱的样子，我头上的帽子也不香了。就在我苦思冥想怎么赶走天龙这老杂毛的时候，更令我气愤的事情发生了。看我们几个像不像一家人呢？干爹送的，1人1套。从你进门口开始，生茶没得喝，热水澡没得洗，睡衣让你给穿了，喝茶也不叫我。今天是8月15过节，满桌子菜没一样我爱吃的，这还不是你的阴谋？还有菜啊，吃饭了。你闭嘴！寿宝不要理他。对，不要理我，你们一家团聚了，这下你们开心了。就在此时，寿伯也看不下去了。你也不是说运高不是我生的，哎呦，当然不是你生的，是小姐生的。你会生孩子吗？我原来当年师傅只是试探我们，他对天龙也说过同样的话。我有个问题要问问你，师傅请讲。因为这梦梦，她已经有3个月的身孕了呀。是谁的？是不是师弟？假如你是真心爱她的话，你就不用问了。师傅，没别的事，我先出去了。慢点，慢点。这就是天龙突然离开的原因。此时我才知道，原来是我误会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哄好母老虎，天龙也不想留下来当电灯泡，就要离开。可不出意外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运高在拿红袍火鬼的时候，无意间放出了素文。宁霜见状，急忙喊来天龙，两人都是宁杀错不放过的性格，我就跟他们大吵了起来。为了转移矛盾，更是放出了红袍火鬼。可见识到红袍火鬼的尊容后，我后悔了。这里除了天龙，可能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可我也不能输了气势，冲上去用狼牙棒招呼。红袍火鬼似乎跟宁霜有仇，就盯着他一个人追。危急时刻，还是素文救下了他。天龙拔出斩妖剑就冲了过来，红袍火鬼见状直接逃跑，天龙自然不能放他离开，就追了上去。可就在我们松了一口气，准备打扫战场的时候，红袍火鬼去而复返，天龙不在，我只好和母老虎联手对付他。可我们根本挡不住他对宁霜出手。
危急时刻，天龙赶了回来。爹，帮我杀了他！眼看女儿受伤，天龙举起降妖剑就对着红袍火鬼输出。我也不甘示弱，掏出祖传宝刀冲了上去。红袍火鬼知道这样肯定会被打得魂飞魄散，于是他一咬牙上了素文的身。所谓鬼上鬼身，阎王见了都要颤三颤。天龙只好让我先顶住，他去请祖师的法器。借血令两军神，我这又不留人。在祖师的法器加持下，斩妖剑威力倍增。眼看天龙要将素文一起消灭，我立刻和儿子将他和红袍火鬼分开。红袍火鬼想趁着这个机会逃走，结果被天龙用斩妖剑打爆，可素文就倒霉了。我急忙施法替他聚魂。太极莲花10口1，大日如来定3魂。可能是我功力真的退步了，居然点不燃7星灯。天龙见状，立刻替我施法。太极莲花10口1，大日如来定3魂。老爸，哎，傻孩子，黄丹水当然难闻。不是黄丹水，是童子尿。你这混球尿那么大泡给我喝？我怎么尿都尿不出来，是师伯的。是你师伯的。此时我才知道为什么天龙法力比我高，原来到现在他还是个童子。转眼间来到重阳节这一天，我们一家人成功将素文送去投胎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们下期见。